大家好，这里是毛怪老师，欢迎回到毛怪老师的漫画小剧场。今天呢，继续上期命名的话题，谈一个能非常让我炸裂的命名习惯——拼音。我相信很多人呢都习惯用拼音来给文件命名，但是拼音呢真的让我很发疯啊！一两个拼音还好啊，但是一堆拼音放在那里，那读起来真的很累啊。咱们就对比这两列单词和拼音，你觉得哪边更直观？当然了，我说话也不能太绝对，那有些人就是对英语头疼，那就用拼音或者中文只要不涉及程序和规则，以自己舒服为主。但至少得让人看得明白啊，如果你用了拼音还缩写，那就太可怕了。如果可能呢，在游戏开发中甚至是对接程序的工作，用英文呢会更好一些。我这么说呢，也不是因为我的英语有多好，我的英语大家早就见识过了但我还是尽量用英文虽然有时候也被程序员吐槽。如果你本身就是个程序员，那再用拼音写代码，那估计就成网上这些段子了。去读一段拼音呢，除了先看懂这些字母，你还得有一个拼的过程。如果这个拼音比较长，你还得脑补它的声调，看看对不对。而且中国南北方发音的区别比较大，有时候呢就会出现这种很迷惑的情况。但是以上呢还是需要看具体情况的。还是那句话不涉及规则，以自己舒服为主。像我呢是动画师，我下面要对接程序，所以我的文件名就必须得起号。除非程序和策划要求我用拼音，否则一般情况呢我都是按行业的标准规则来命名的。刚才说的是我的下家程序，我的上家呢是原画师。我制作过大量的 Spine 动画，我也见过太多的原画师在图层里面用拼音起名字。我说明一下，我这里只针对的是对接 Spine 动画师的原画师。这些原画师呢真的是很辛苦他们有的时候考虑动画师把每一层的名字都改了，就是为了动画师导入 PSD 的时候能方便一点。好，我们来看一个例子。我们看一下这张 PSD 哇，这么多图层，1、2、3、4，各种起名。什么泡是什么？这是锅里冒的泡泡，还分成了3个。好，我们看看这么多的图层，这个原画师也很辛苦，每一层都起名了，全是汉语拼音，对吧？这是什么狐狸头狐狸头，这是狐狸耳朵衣狐狸耳朵衣，你看看。我现在看汉语拼音的能力超强，一看就知道是什么。这狐狸脚衣狐狸脚衣，这是狐狸小腿衣，鸵鸟毛发。好了，不管了，我们把这张 PSD 导出一下，然后用 Spine 把它导入，看看会出现什么情况。这就是直接导入原画师 PSD 的一个常态。手动起名呢可能会有几种情况，一种呢是图层有中文名，一种是有特殊符号，一种是有重名。因为手动打字嘛，难免会出现这几种情况，但是它们都会导致 Spine 无法正常的导入 PSD。有的原画师呢还在图层里面分了很多的文件夹，这当然是原画师创作时候的好习惯但作为动画师会切图或者调图层，我会把你所有的图层全都拽出来。我也不太在乎你到底给图层起了什么名字，因为之后呢我会用脚本把所有图层的名字全都批量改掉。这主要是为了我能成功的导入 PSD。反正呢在 Spine 里面我会把对接程序的骨架和动画名都起好，因为这个是程序需要的。不过呢有时候也会遇到莫名其妙的动画命名。之前呢做过一个项目，它的待机动画是用汉语拼音来写的，叫的爱戴记忆机。公鸡呢就是歌翁公记忆机，受鸡是欧受记忆机，出场吃乌出吃昂场。结果他的死亡叫 dead。 大哥咱能不能统一一下呀？我也不是那么认死理的人，咱要是英语呢就都用英语，要用拼音咱就都用拼音，中不？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程序就是这么规定的。好了，现在呢我们回到之前的那个经典史山地图。在那个无法用言语描述的 3D 场景中呢，寄生着上百个我们之前提到过的等待着程序一个一个单独载入的 prefab 物品。这次呢咱们就从命名的角度来分析分析这个没准现在就在你手机里的游戏。就这个游戏呢，虽然你玩起来在剧情上无论显示中文英文可能看起来都挺正常的，但它背后呢却是用汉语拼音组装起来的巨大地图。
其实呢，我质疑拼音命名，主要是因为这个拼音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它容易产生歧义。我们的地图呢有一个保健室的场景，这里面有一张床，床上呢摆了2个一模一样的枕头。大家想想，这2个枕头是几个 prefab？ 如果你的第一反应是，那不就是一个 prefab 拖拽出来2个吗？那说明毛怪老师的视频你都白看了，回去好好品尝一下那期史山地图坐标。我们先来看看这些命名看见没？一个枕头另外一个叫枕头左。对，左边的枕头就是这么区分的。还有之前教室里面课桌的命名，课桌1、课桌2、课桌3等等等等。有朋友说，你上次写的不是 desk 吗？怎么又成拼音了？那是我为了给你们举例子我自己写的，当时不还是没到命名这一步呢吗？好了，我们看看这些 prefab 里面到底有什么这是什么？是欧收次昂藏的眼点兹暗赞。好，除了这些我们来看这床上还有被子，所以呢，我请大家在 prefab 里面找一找被子在哪里。找到了吗？被子，不对，我告诉你们，这是桌子上的杯子，这个才是被子。再看咱们的桌子，还分为桌子和大桌子。如果将来再加一个更大的桌子怎么办？而且呢，这个物品列表早就给你准备好了，你就得照着写。都按这个来，谁也别搞例外。设计这个需求表的人真是个天才啊！我估计又是那个 original artist。这些汉语拼音命名最牛逼的是一个画室，和哇画 SHI 室。这个画室里呢有很多的绘画用具，其中呢便是一个画架，它的命名呢就是和哇画 GER 架。画架上放了一张画，那就是和哇画。旁边的地上还摆了一个画夹，但是呢，画夹的拼音已经被画架用了，所以呢，画夹就直接叫 GER 夹。为了把这个绘画教室装饰的好看一点呢，这房间里还摆了一盆花。那这个花叫什么呀？画和画架可都把这个花给用了，您这个花咋整？而且呢，这盆花是摆在哪儿的呢？它摆在花架上。画架和架已经把架给用了，您这个花架叫啥呀？我看着这几个东西直发愣啊！这个起名的游戏让我突然想起中学时候一个思路清奇的同学。我们上完地理课，他跟我说：“我能分别用河北、河南、湖北、湖南里的一个字就能区分这4个省。”我说：“你咋分呀？”他说：“河北北，河南河，湖北湖，湖南南。”但我按照他这个神奇的思路想了半天，我也区分不开这几个物品。顺便说一句大家应该注意到了，我们的校服上印了一个标，大家可以思考一下这是什么意思呢？视频最后为大家揭晓。好，我们继续我们的画室。我一查物品列表，看看这几个东西到底怎么区分的，结果真是简单粗暴，人家直接大小写区分，小写的就是画架和画，大写的就是花架和花。这真是中华传统文化跟英格烈士的完美结合呀！如果这时候呢，突然有一个画家夹着画板，踩着滑板滑进了落满了花瓣的画室，那还真不知道咋整了。这就是这个游戏幕后真实的样子，不知道同为开发者的你是不是有同感？好了，今天呢又给大家展露了史山地图的另外一个小角。自从我做了这个系列之后呢，好像找我干活的人都变少了，估计呢是怕成为我的素材。你们看我为了做片把自己的前程都给断送了，那还不赶紧收藏、点赞、投币、转发呀！虽然我的英语确实是不咋地，没事呢还犯贱的写几句，还经常被网友挑出错来。不过呢，就我这英语水平，还给人家当过翻译呢。这又是离奇又有趣的另一个故事了。So the next episode of 毛怪小剧场，我在阿布扎比当翻译。点赞超过7，我就加速下一期的制作。咱们 see you next time。对了，还有个事儿这到底是个啥 ？GZ。我想了很多 GZ 的缩写也没想出来，用拼音也拼不出啥合适的词组。其实呢，前面的镜头我已经提示大家了。对，我是62中的，所以你们以为这是 G 和 Z 吗？ No， 它他妈的根本就不是字母，这就是62中的2个数字 6 and 2。
我也是后来问了老师才恍然大悟的。听说的是设计师觉得用英文看起来比较酷。哎，对，你们现在的感受和我当时是一样的。咱们 see you next time。